天就播到这儿了，拜拜。可以开车播呀，让大家看看我们的业绩啊。行，那先不下播吧。哎，他们没恋爱，他们没人约他们，咱们要下播他们就得哭。那我不穿这个衣服。为啥呀？这衣服你穿，行，你穿这个粉吧，很透。我之前穿这种衣服健身去。哎呀，没有咱们他们都得哭。生活他们就是不行，尤其那个六那个六要是没我，他都得哭。哎，之前六还找二把刀，但是二把刀唱歌鬼哭狼嚎的。我每次直播，人家都来我直播间里待着。是，其实把音量都关到最小。他说在我直播间挂着睡午觉。二把刀比我牛逼，他二把刀直播的时候就挑战一些自己完成不了的高度。我现在都可以唱啊，很多我都可以唱上去啊。我在屋里我都是心烦意乱的。我现在都能唱上去了。好多都能唱上去了，不是都能唱上去。这块你看发泡胶那个那啥的，现在打点发泡胶。啥是发泡胶啊？不是做工地的吗？你连发。我额头还疼呢。那一会儿让那个橙子坐你右边，要不然你都看不到别人。左边。你能往左转头吗？啊，我能往不行，左右其实都转不了。那让他坐你对面吧。能坐前面吗？谢谢破皮的为你闪耀。好帅呀！我困了，啊？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这才几点啊？就昨天没睡好，昨天2点多睡的，就看那个死人又复活那个，看到2点多。那个太吸引人了，我就想他编剧怎么圆。2点多。2、3点多。我咋记得咱俩是一起睡的呢？你知道他怎么圆吗？你说他这个怎么圆？它圆结束了吗？没有啊。第2季我还没看完。他是什么？那不是有发明什么病毒，然后就感染了，就不是？那你说你复活了，他又不是外星人，但你复活了，你原本的尸体还在，然后有的人就可以消失。他这个剧情我觉得写的真挺好，但是不知道他后边会不会烂尾，圆不上。什么剧呀？分享一下。叫《王者归来》吧。死亡的王。对，好看的，就是你们可能从头看不完，但是你们看解说，设定挺好。每次都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就要跟你犟两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么宽的，你为什么要停这么窄？
下那个地址。这是连车载 WLAN 了，连了。北京，请吩咐。导航去云南。去哪里？云南富已为您将目的源特色。地设为云南省。北京。为您，请说。导航去云南富源特色酸菜猪脚。北京。请吩咐。导航去云南富源特色酸菜猪脚火锅。已为您找到多个相关地点，您要去哪一个？这第一个。第一个。已为您更改目的地为云南富源酸菜猪脚火锅。今天穿的好正式。为您找到3条路线，选择地。因为要跟朋友吃饭去。为什么？而且这个是新衣服，所以就想穿一下。有的时候我就看那个什么，人家什么我先退下了。 90后夫妇，什么不出去社交，然后攒下一套房子，广州房子什么，哎，我就觉得咱们好奢侈啊！人家一个月俩人挣2万块钱，就是能存1.5万，真牛逼！很好看，谢谢。你穿衣服好穿，我穿这种稍微正式点的衣服就是很帅。咱俩一个月能花3万块钱，2万，2万块钱，吃饭7000块，然后房贷、车贷没有车贷，房贷7000块，加起来1.5万吧。这是不出去吃，是这样，不经常出去吃。我觉得出去吃还便宜点，叫外卖贵。出去吃也是200块啊。不，出去吃200块，我觉得吃的还挺好的，就是叫外卖吃的反而不好，因为又难吃，然后又感觉外卖又比那个堂食要贵。但是，外卖吃完了以后就是，觉得不好吃。这是真难伺候。吃快餐便宜。啥叫快餐？就盒饭吧。盒饭这边也没有正经盒饭。之前我那个工作室楼下一顿盒饭才16、7块钱，就是两荤2素。我真的想带你去哈尔滨吃盒饭，那盒饭真他妈好吃啊！看天天吃都不腻。看啥带着去吧。一些社区厨房自选快餐还行，这边没有。你给大家看看那个大亚湾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城市，这大家会觉得说偏不偏僻？干啥呀？你不是看这个城市吗？看城市你就是反过来就好了。不行，反过来他会说你开车就把你封了。不行，这样也有风险，就必须照着副驾驶才行。照你那边啊？为什么照我这边？没照你那边啊。照着窗外，他也会判断你在开车。就这个城市真挺好的，就只是吃的真的不好吃。因为那些网红品牌就只能会开在1线城市，
但这边的东西也太难吃，是，就去店里吃也难吃，好吃的就贵，好吃的贵。叨今年好粉，然后这边的人有点儿，性格有点儿计较。买的新的车载香薰闻出来了吗？没有。哎呀妈！刚才我现在看一下旁边扭到了有。这落人得1周至少。那个10块钱那个快剪那块儿，他能给按。我昨天想按来着。那这落人你得就是掰。对啊，他掰。那你咋不让他掰呢？因为昨天我寻思那个就是困，昨天我不想让他掰，我想掰不知道掰到几点去。他那个991个月，还是1周还是1个月？掰着不就2下就掰完了，很快。那包括点按摩吧。不好吃的都营销的好吃，不会，现在网红店都好吃，没有不好吃的网红店。啥叫网红店？就是大家都想排队的店，像以前费大厨就是网红店。费大厨是网红店？对啊，刚出那会儿就是网红店。那我觉得我的网红店跟你网红店不一样。还有什么以前那个珠光浴火锅也是网红店。我觉得那不算网红店，那算是还有那个明星店。泰鱼，那个鱼那叫明星店。网红店是什么呢？网红店是那个味道特别一般，然后就靠一些那个网红去撑的一些东西。不，那不叫网红店，那不叫网红店，就没什么名气的。你说那些都是连锁店了，连锁店不算是网红店。现在连锁店就是要做网红店啊，就是要去人家去打卡。好，你要不那样营销的话，就没人去。啊，他开车怎么打伞啊？谁开车打伞？骑摩托的。单手骑呗。好危险。有的呢是，有的电动车上自带伞，固定上去的。深圳好多是这样的。老公，你没闻见吗？这个味儿，闻不见。妈呀，我都快被熏死了！这俩对着我吹搁这儿。茶味儿吗？啊。穿着像教练一样。教练，我想打球。有的保镖也这么穿。这是橙子的小区吗？不是。没这么近吧？不是。我记得他们家旁边有个那个沙县，但是这个没有。人家有好几个门。他们小区算是明星小区了。好几对鸡。不是，我说人小区有名。哦。我的家乡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是老公，你是老公，你是，你是，你是。我需要一个没心没肺的老公。你找老公干嘛呀？我不想做一个事儿逼的老公。谁说你事儿逼啊？事儿逼的就当老婆就好了。谁说你事儿逼啊？就我事儿太多了。谁说你事儿多啊？那个什么小船有木头。
狗东西去吃饭了吧？之前在外边淋了一天雨，还是没淋干净。早安啥都晚上了，都8点了又。谢谢阿农的棒棒糖。这个灯啊，我后边那个啥，那个镜子我都看不清，全都是雨。那你看这个，我也看不清，你好像调了。哦，你是坐的座子是我的座子吧？屁，你没调座啊？没调座，那就是我的高度。放屁，这是我的狗。放屁！我的座子1，你的座子2。就是座子2。看一下，你看座子1最硬。还有7分钟，我们下播喽。又吃没吃过的东西了，又要吃好吃的了，好开心呀！谢晚星的粉蓝灯牌，每次跟图图一起跟他们朋友去吃饭都特别高兴，又要吃好吃的了。图图跟他们朋友一起吃饭，他跟他朋友都不吃的，就一直在聊天，是，然后那些好吃的全都被我吃了，特别开心。就是习惯了，就会觉得不能吃。就是上一次咱俩吃椰子鸡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太礼貌，人家都不吃，就咱俩康康在那块吃，跟那个农村来的似的。那不吃饭的目的不就是吃饭吗？但得有一个人去跟人家社交应酬啊。那你就应酬吧。今天 polo 衫穿着看看让人舒服到。图图也穿的 polo 衫今天。我很久之前就想买 polo 衫，因为我以前 polo 衫都找不到了。然后昨天我提了一嘴，我说，哎，我的 polo 衫怎么没了？然后结果吃完饭，图图就说，那就买衣服去吧，买几个 polo 衫，然后就买了。他那个也很不错，他那个就是跟我这个颜色不一样，是同一款的，99块钱优衣库的，其实挺贵的，还好吧？他这个料子，这咱们要那啥卖的话79，咱们做不了跟这个完全一模一样的料子。其实能，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也差不多的。咱们上一次做那个面料有点厚。对，它这个感觉还没有咱们上次那个面料厚的，它这个没有那么厚。那肯定的呀，这个是薄款，我特意买的薄款，要不然多热呀。那个那么厚，热死了。本身带领子就热。妈呀！嘚儿喝的。有链接不？你们那儿城市有没有优衣库啊？你直接去线下优衣库买就好了。它这个标价是149，但是就是这2天有活动，就是99块钱。我们也是在线下买的，不是在网上买的。我们去专柜买的。你给我说话狂一点，专柜啊。我
们是去那个旗舰店，专柜的旗舰店，旗舰店的专柜买的。我也在惠州啊，那你就去优衣库就好了。怎么这么慢呢？等会儿变灯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去了一个陌生的可能3、4线城市，如果想找商场的话，我们就会在高德地图上搜优衣库，直接搜优衣库，因为优衣库一般都是会开在那个小城市最好的商场里。我们之前去的那个随州那里，想找商场吃饭就直接搜的优衣库。你说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？他推这条路就好了呀。谁知道呢？神经病！优衣库也可以线上买，我知道优衣库可以线上买，但是优衣库它好就好在它的衣服的料子很舒服，所以你最好在线下买，你可以试，你可以试啊。对，你可以试它那个料子，就是觉得穿起来怎么样。它隔一段时间出一种料子。而且优衣库的衣服还有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它看起来很丑，但是你穿上就不一样。所以你一定要去线下试。它照片拍的都很丑。对，优衣库的衣服你看的就真的特别丑，你就觉得你穿上肯定不好看，但是你去线下一试，哎，你穿上觉得哎还挺好看的，就是它就是这样的。但其实 LV 什么那种大牌也是拍的特别丑。所以买衣服最好去线下试，因为你只有试了，你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，而且那尺码你才知道合不合适。那我线下会有羞耻感怎么办呢，老师？你线下有什么羞耻感啊？就是一个人去逛街会觉得有点羞耻感。那优衣库也没人搭理你，就逛就好了。没有啊，他们会说欢迎光临优衣库，随意挑选。就随意挑选，他也不再搭理你了。当然，我会觉得说我会觉得一个人会孤单单的人都有家人陪伴。那你就网购吧。老师，你实在不耐烦了，老师。那你滚吧。哦，我是有一点感冒。优衣库欠你们一笔广告费。优衣库也不需要现在做多少广告，人家就是不缺客户。优衣库现在去商场都不需要掏租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商场会邀请优衣库进来入驻。这后视镜真看不清。你看这个能看清吗？稍微能看清。那你把干嘛呢？嘛呢？嘿！哎，这大车怎么回事？这大车？哎呀！他们该拐了。哎呀，这必须得走这儿。该右拐了。那这边咋堵呢？哎，这边为啥不能走呢？那堵着呢，它。那你拐这边，你更过不去了。插一下吧，那咋整？这边有个左车道灯吗？是？不要下播带着我们，不行，有朋友在。他无所谓的。但是你们聊的话题能播吗？能播呀。他不 OK 再说。那开了直播去见人家不太礼貌，我也觉得。你还懂礼貌了？对呀，我一直都很礼貌的，就只有别人烦我的时候我才不礼貌，我从来不会主动的去给不礼貌别人。立什么人设？最近有什么新的角色吗？对，我最近有个新的剧要上了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芦苇微微，不可能，芦苇微微是人妖，他怎么可能是芦苇微微？
不行，我过不去。啊，那你就左转吧，这边是个左转。插一下，插一下，插一下。让我过去吧，哥哥，不让，死样的，抠搜搜的，早不过去。那右转道他们不让过去啊，嗨，死样的。那你绕一圈吧，左转。绕一圈。你刚才就不该转到这边这个道来，你就在那儿等一会儿呗。那谁知道他们咋回事啊？他们在那块堵着。儒雅随和的道道。上次图图跟他们一起去酒吧，我说我不喝酒，然后为啥不喝酒？我说我不想喝。那不喝酒就不喝呗，还为啥不喝酒？我就觉得问题就问的就跟别人问别人卖房为啥卖房一样，人家卖房就缺钱呗，为啥卖房？那我走这边。就说要开车，我说是说要开车啊，我说啊我因为我要开车，他说啊现在就要代驾呀，然后我说哦那我不想喝，你看我都已经委婉的说了一次了，他还要说，那我就直说我不想喝吧，我不找。所以我也会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。我之前我特别讨厌别人逼我喝酒，我现在也很讨厌，现在我也是逼别人喝酒。我觉得我礼貌的说一下啊，因为我要开车，他可能就不再说了。没想到还要说，哎，可以叫代驾。我说那行吧，我说那我就是不想喝。是啊，我们都是给叫代驾的呀。他说为什么不想喝？我说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不喝酒。我说我就不喝酒。我们身边人都是别他妈给我找借口，我给你出代驾费，你给我喝，然后真的他们给我出代驾费，都是这样的。那就是不想喝呀。那你本身就是去酒吧交朋友的，那肯定要喝呀。那我也本身我对酒吧也不感兴趣，人家拿你也当朋友了呗。我本身就对酒吧不感兴趣。人想结交你呗，你就这么理解。要不然人让你喝啥呀？现在酒死贵死贵。下次说我吃了头孢，那不太假了吗？没所谓啊，你就说你感冒了呀，你就说那个最近那个感冒了吃头孢了。行，我以后都就这么说。对。怎么回你都感冒啊？哎呀，我还那个健身的身体不好。说那个那啥，就没有人敢让你喝了。要不你就说你喝酒过敏就完事，不能喝酒过敏。那还是说头孢吧？过敏就好了呀。那万一喝过被人看到了呢？敢了，说到这儿倒也不敢了。就说怕担责任。就说那个感冒了吧。你们想看我们吃饭吗？就是我们吃饭估计也不搭理你们，你们就想直播的，你们也要看吗？想看，就你一个人想看。
我们都去吃高档的地方，人都不让拍摄。你播啥我都看，想看看想买。吃饭我哎呀妈！咋啦？脖子。哦，复原酸菜。哎，我手机没拿。橙子还故意说了一下啊，这家环境不是特别好，能去吗？是我在他心里到底是怎么了？所以他肯定觉得我特别事儿。人家觉得不够跟你交朋友 level。有包间吗？有几位？三位。坐这儿吧。行。你坐这儿啊？我看看他有没有来呀、没有单独一个人。但卡座没有包间，这还热。这两个。这空调没开。坐这儿还是坐这儿？都行。Hello。到了一会儿，坐3个人。好的，稍等这边。过来。所以带朋友来，我点了一个小套餐，然后先上小套餐，然后我们才好加菜，好不好？行。染掉了吗？你眉毛怎么染了？哦。香吗？还好吧，昨天又喝多了。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打麻将了。打麻将。他们前2天那个，我约他们吃饭来着，然后那个广州，他们是吃广州的。去看他那个啥名字。要给您3杯茶水。哎，那你要不要先验个签？只有你们3个人啊？老刘。老刘昨天刚回来。哪去了？去美国了？西安南，他去玩去了。没聊聊他的艳遇吗？聊了呀，一个酒吧都被他清光了。清光了。他说他把那个酒吧所有好看的全部都清了一遍，好恶心。我给你们推荐一下下。你怎么好吃你就怎么来啊？不用推荐的。他这个不是云南复原吗？然后这是您的菜品。啊，谢谢。然后那个葱花香菜小米辣那些。少辣吧。都少辣。你给我们打那个啥嘛，淡水是吧？啊，对。可以啊。可以。他给你打过来，你少辣你把它挑出来。好。行。这个就是我们家县。好啊。所以它就是我们县的主导。是哪个市啊？曲靖。曲靖没听过。云南的。对啊。没听过。我听过。那我就看着来喽。来。
12根不？啊，你能吃吗？我也不行。给你看一下蘸料。这个梅花小米辣，谢谢。要吃这个猪头吗？可以，虫子。他不吃，我可以吃。那我们尝一尝。怎么找到的呀？这儿吗？啊，我也是偶尔刷外卖刷到的。作为一个家乡人，其实可以给他点打7到8分，已经很高了。他肯定多少还是会改良过。输了赢了。我输一点点。但是我们这个粗粮饭要粗粮饭还是白米饭呀？我要白米饭。我要白米饭。跟他玩不就觉得他赢吗？他好厉害哦！他就是会打。他可厉害了。一点点啤酒，大理 V8都可以。啊，大理 V8我记得，我们上一次不去去大理是吧？没去大理，去了香格里拉，去了昆明，去了丽江。那咋没绕到去大理玩一玩？听说大理很商业化。我反而喜欢大理省丽江，因为大理它很大。丽江我们也没逛。丽江就睡了一觉就走了。丽江我们是赶飞机。啊，对，我上次看你去昆明，不舒服。不舒服，什么不舒服？高反。哦，喘不过来气。这边是免费的小吃。谢谢。点好了。喘不过来气啊！免费的小吃。给你看一下菜。怎么有猪油味？它就是用猪油炸的呀，哦，它不会用香油炸。有猪油渣的味儿。嗯。用猪油炸的东西香一点。人家挺厉害，吃得出猪油味的。很明显啊，就猪油渣的味道。周六那天我还说，看你在不在惠州，是要把你捎过去，咱们一起吃饭。结果他们不在。他们本来叫我一起去广州，但我那天我星期天有事儿，他们星期天还来惠州来，我去他那房子看过了，装了吗？七七八八差不多了，软装还在这里呢。快呀！对，硬装什么顶啊、墙啊都差不多了。装的好吗？还没看。这个不是薯条。它应该7月份就可以了，7月底这样子就搬过来。这能吃吗？放个味儿吧。我就要看到。别那么。我身边刚有，就是我刚去的时候，我身边有个朋友和男朋友癌症下水，白血病。好像是很容易，我也听说过。那家伙更厉害，照安放了1-2天就开出，做多久查出来的？几个月就这么快？几个月这儿就长了个瘤，然后大概半年就走了，这已经治不好了。对，太夸张了，这个东西没必要。你要是2手房的话，你可能
收拾收拾可以住，那一手房千万别着急。它那风景还挺好的。怎样？我知道，它进门啊，它进门就是这个窗跟这个窗都是那种落地的。啊，就是南北对流的吗？不是270度的那种窗。哦，那很好的。这是折耳根吗？对啊，再尝试一下。去云南没吃啊？怎样？还是不行是吗？他也不吃。尝一尝。哎，少口。像我啊，我可以比如说这一碗，我可以这么吃，就是像刨饭一样，很好吃的。吃的习惯好像确实好吃。网上也是说自己染的吗？是啊，对染皮掉了，其实。不是，自己染的会伤头皮，疼吗？那天我是想自己尝试一下染，疼不疼？不疼。我自己染的，折耳根。可能是你头发比较短。头皮全烧坏了，然后就是已经就是流，就是有那个水。什么东西？芒果吃。吸管，有吸管，我们野蛮惯了。开瓶器在这里。好，开瓶器。这个挺好喝的，这个真的是我们那边的，哎，不如啤酒。它产地都是那个，也是大理产的。啊，它还有腊肉，哇，哪里吗？这是腊肉吗？不是，这就是猪脚呀。啊，这就是片成片儿的，对，片成片的。那没有猪脚的感觉，我还以为是一大块猪脚。不是，那个叫肘子嘛。哦，对，啊，那个是肘子，猪脚是猪脚。那感觉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接受一点。你说的那个应该叫东北肘子吧？不是，我以为是整两块大猪脚炖在里边。这个像肘子，看着。对，这个像肘子。哎，他刚刚把开瓶器放哪了？群体的这儿呢。我给你捡。我觉得乌贝巴挺好喝的耶。蛋。你来点不？不要。他开车。我开车。他吃了头孢。买。那个我吃了头哦，他吃了头孢。我是几点吃的？我是11点吃的，应该没事吧？不是，你就是下午直播之前吃的。哦，直播的时候吃的。12点。不是。是。4、5点那会儿吃的。放屁！12点。你别吃，你别喝了，你别喝了。你查一下，应该 OK 了。你4、5点吃的。12点多，你中午那个。我去健身的时候，你去吃的。对呀。我就4、5点那会儿去健身的呀。你放屁！你是2点去健身。豆包吃了头孢之后多久可以喝啤酒？别喝了你别喝了，肯定喝不了。人家说7天的。你别喝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我还寻思今天喝点呢。没事啊，反正那么近，回头再喝就好了。1周。对啊。吃了头孢1周不能喝酒啊？我今天中耳炎，然后我就吃了一块，从来我也不吃。消炎药呗。对，真是。差点忘了。要不是你提头孢这个事儿，咱俩在车上聊天的时候，我都没想到这个事儿。回头再。现在确实很近。那俩去海南去了。
啊。你的小朋友吗？啊，你的小朋友们呢？我没有小朋友们啊，我有的只有你啊。室友啊？不是，那个小区的邻居啊？今点周一上班呢。啊，他们上班，他们回来很晚的话。他还没事来我们这边，叫什么山？三金。三金。哦，他们在17。哎，我昨天、前天就想回来，没了，今天就敞开吃呗，就是凉面，凉米线。吃了吃了。你要打点那个汤吗？啊，先先啊，行，蘸水。蘸水啊。这不就是那苦辣椒吗？我有段时间我会迷上，但是会觉得辣。你就少蘸一点。但是就会觉得这个就是要辣辣的吃。你放点，放点。这个辣椒之前是不是在橙子家吃过？但是他那个好像更辣。有那个柔腐的味道。给您上一下米饭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道菜在我们那儿的那个地位很高的，你看着它像一个感觉是什么不值钱的菜，但是是那种酒席上面一定要有这个菜的。比如婚礼啊干嘛的，一定会有这个凉米线这道菜。相当于凉菜呗。对。我上一次吃了那个傣味烧烤，好吃，我觉得好吃。然后就是那叫什么呀？就是一堆青菜，然后蘸那个，对，菜，不知道是啥菜，反正一大堆，什么各种叶子什么的就蘸，就像那个，对，哇，这个老好吃。排骨啊，排骨。好像我只发现只有云南用薄荷炸，其他的都好像没有用过薄荷炸。吃吧。吃吧吃吧。炸排骨趁热吃。这个好吃。排骨炸的好酥哦。哎呀妈！我最近减肥，我也终于吃顿好的了。我最近也在减肥，要控制一下是吧？去云南觉得完全不是。你是云南待几天啊4天，3天，3天，好赶啊！就是很赶。早上起得非常早，睡不着觉，憋醒了就。你们尝一尝吃这个薄荷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。然后去了那个香格里拉的一些寺庙。那你老板去香格里拉不是更？
其实我一直不懂老板。就感觉缺氧，喘不上气，就是呼吸会乱，然后会觉得气不够，老板会讲，然后就会想多喘2口气才能，要不然就晕了。晚上睡不着觉。那这西藏不是更厉害？就可以喝啊。对啊，它可以用手的。蘸这个的蘸料是额外的吗？还是直接在这里。啊，这个我吃过。经典吧？但是喝汤的我不知道能蘸着吃。就是要蘸一下。我以为就是喝汤。但我第一次吃蘸水这么多肉，我以为蘸水都是吃那个菜，肉好多呀，这一份不得200多？不要，这么多肉，这份几10块钱。啊，这么多肉，感觉有2斤肉。猪脚本身它不贵，它的原材料不贵。怎么可能不贵？这个是计划的，两个猪脚也80多，而且是生的80多，不贵。不酸的，还有吧？是泡菜吗？萝卜酸萝卜。好，你说是那个萝卜丝。谢谢。变成这种它又不油腻，吃着不太油。为啥咱上次去云南就没吃到这些？你要有人带着你吃啊。这本地的吃的咱们怎么整？咱们顶多也是吃游客吃。对，你这是游客餐。看一下这锅多少钱？刚才说只是69。啊？但这个就贵，这个就是58。这个太，这个在我心里至少得228。不能用深圳的物价算吗？对吧？深圳的228吧。228有点夸张，但是168、188，是。怎么都得要。还有，点了好多呢。我平时胃口小都没敢点。这哪一家？这个超好吃。想着终于来2个食量大的。我俩食量其实，其实还好吗？我落枕了。在我们老家现在68这一锅也差不多。还有这么多肉啊！但是确实性价比很高啊。什么福利吗？
那我还说等会儿带你去喝那个鸡尾酒，忘了。下周吧，得等到7天之后。就是没有那么严重。对。但是当天的话，那就有点起码要睡一觉，睡一觉代谢一下。这个火要开这么大吗？关小一点。我这。我自己每年都买2个。准饭局很少。也挺好。怎么动的？其实你喝酒比我你就很吓人。你看那个番薯，叫的特别欢，酒量特别差。他第二天他说这是断天的，第二天睡1天。但是那个气势很吓人。就有点像吉娃娃。那个空气放在酒里，还没停的，这个天放在冰箱冰一下了，把它锅拿点放到冰箱。真的就是咱这个来不能到冰箱里头。我2次，就是我们几个不是不对的。那我对了，我都在说了。3个人啊，什么都不是鬼性的。我不吃这个吗？这个挺好吃。拿上。不对啊，我给他。够不着吧？不会。很好吃。到。你们去丽江吃了辣排骨吗？没有。就是让我们在机场吃的。我们就是去丽江赶飞机。本来说要去丽江逛一下古城。3天睡了2小时，根本就承受不了。3天睡你干嘛呢？就睡不着啊，好难受。到了丽江稍微好一点，但我们都走了。我从云南回来一直感觉就喘不上气，到现在也是。那我倒没有。我这里来空中上就来吧。都是菜嘛，还有一份辣排骨。啊？还有一份辣排骨，还有一份这个啊不。为什么？还没有还有一份辣排骨。别，能不要吗？吃不了吧？吃得了。吃不了了，我觉得。点那么多啊？没了。对，没了。
这个饭的。皇上，这个是啥？我觉得虫子都一个味儿，虫子都一个味儿。这是蚕蛹吗？是东北那种蚕蛹吗？不是吧？它就是纯虫。都这个味儿。这个你们见过吗？这种啥呀？不是蚂蚱，不是蚂蚱，是那种食粮。不知道，下个想不起来。它有几种虫啊？它炸完其实就没有虫子味，主要是那个蛋白质。对啊。拿把刀尝一下。就跟吃小虾米差是吗？我有点，真的啊？我有点不相信。吃你就知道了，跟排骨一个味儿，对，很像那个小虾米。跟排骨一个味儿。一点味儿没有。啊，它好像已经炸到没有味道了。所有虫子都这样。我已经快吃饱了。战斗厉害，开始。仨人点4个开始够了。主要是想都尝过。而且我觉得它分量分量挺大的，分量。我只加你的12个。我跟你说，这我点的12个不加你的，我只加这个不加。我吃的这有股腊肉味，是辣猪脚吗？是辣猪脚。你问一下他们全部加你店里。对，你加了他的，我加你店里，对吧？你加了他的，好吧？4点多。啊？加他的我就加我，就加你店里。我这里是建设起义。这种应该在市面上买不到吧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它不会作为一道菜有这种食材，那肯定不一样。它这个应该是云南特有的吧？寄过来的。你们接下来会在这边待多久啊？应该就会在这里。就没什么事儿就会自己。就想着说，安安静静度过1年，看看明年经济怎么样。去年不是得抑郁症吗？焦虑症、抑郁症。你呢？然后我好像也是去年的。我觉得都会有人，都会有，就是我们在惠州见面那段时间，已经是我要缓过来的那段时间。一句话嘛。我也不是，你这么巧，我也不是。但是我确实是很夸张。那段时间不是哪儿战争啊？俄乌啊。好像我也是南阳的，就是想太多，控制不了。你想战争干嘛？我想万一咱们打起来了，
是有酒的。建议的是你下了班了不要找是吧？然后记忆力、土豆丝都不好，代表在这里，代表在这里，加了就行了。会觉得自己还是说你有任务，你给他加几个手麻脚麻。不会那么夸张。你现在缓过来了。你就加一下。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环境生活不太好，然后会焦虑。你要是有任务的话，你拿过来，我帮你加个1毛没问题。要是有任务，我多加上。环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影响你的环境太多。加一个就够了，加一个就够了。你想想我那个时候上学，然后但是没有收入就会慌啊，然后你就得直播，我每天都直播，一直播晚上失眠，我第二天就上不了课，我就觉得很内耗。播的也很频繁。播呗，笨的。那个时候就是只要直播晚上睡不着，睡不着第二天就会耽误课，耽误课我就很罪恶，但是我又对，然后我又不得不直播，一直播。对，这个最最那个就是跟的，那每次每个班要吃饭都是。再加上这个时候又剪片子。那人家今天我看还有人在说你在家过海。带货。对啊。我不相信你在那里卖个薯片，别人进去不会买单。赚不了多少钱。我只是举个例子，他这个东西就是，我薯片只是举例子。是啥都赚不了钱。你像你还好，你是那个什么上班嘛。对啊。但是直播带货的一个好处就是，它不需要你压资金啊，又不需要你进货。一单利润也10块钱。你按20%的利润，那你卖的东西贵，自然而然。关键是你本身不会也是播啊。而且又不用你去进货，又不用你打包，又不用你发货。这个产品你现成的找了。主要是你有流量的话，这个东西，它又不是说你要去做什么生意，你要拿出一笔资金来要去进货，卖不掉的话你还压你的资金，对吧？你卖一单拿一单的佣金，卖不掉拉倒呗。那我卖啥呀？卖啥可以再考虑嘛，反正你播也是播。你带不带货，反正你都要直播。你就挂个车在那里，里面有东西，你该聊天，该干嘛，别人爱买不买拉倒。你们猫粮利润高吗？猫粮带不动，猫粮别人只会认那种专业博主，而且比如说我很喜欢你，我愿意为你买单，那是我。但是假如说你带的那个猫粮，人家猫不吃，我想给你买单我都买不了。狗也是一样的嘛，你卖的那个狗粮，人家狗不吃，你再喜欢有什么用？但是我觉得那个买一次就好了。买哪个？我说，如果我们带货的话，人可以支持你一次，后边不支持。那就是你卖的东西好，自然而然就会得呀。加油啊你们，我都吃饱了。对吧？第一次的话，可能就是试一下你。那你东西好的话，别人反正都是要买的。我只是觉得你反正都要直播，挂个车跟不挂个车，
又不用压资金，又不用进货，又不用你打包，何乐而不为？这是高定的文化，是吧？既然没有方向的话，那就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到湖了。到这儿了，吃东西就这样，特别快。要不喝酒的话就不喝酒你要吃水还能多吃一点。但我喜欢喝酒。辣了？没有，还好。刚才呛了一下。我觉得好奇怪，我就吃有腊肉的，没有腊肉味。没有，但是口感有点像腊肉。对。现在水果说要去那个战斗力也到顶了，我们还没尝这个呢。我会尝。没有软。要什么？吃吗？我要软。啊？你们喝汤？啊？我要喝汤。这个碗不行是吧？那你不喝？我给你喝一碗就行。那等会儿，我把我的碗喝了去。把我的碗吃。吃你的。我这不是说想在深圳买房子吗？不知道最后问还是选择在这边。好，那就是了。肯定都请假，也有，我也有。可能还是资金的问题吧。那你深圳的房，那深圳的房子跟这边的房子，你这边刚买，你过2年再买也行。而且如果说他打算在深圳再买的话，这边就没必要整太好。不知道吗？我们来叫哈，这么一个，我叫他说，这么一个小孩子，我们叫他会说你是搞黄的，是吧？但你想你以后定哪吗？以后云南或者四川，喜欢四川。我妹妹在四川。你是跟爷爷奶奶在干？爸爸妈妈呢？走了。多大走的？我爸50岁走的。我妈呢12岁走的。我妈还在。但是他就是我6岁的时候跟我爸离婚嘛，然后改过去了，然后
跟妈妈关系好吗？一般。但是我跟那个妹妹啊，还有她后面有个弟弟嘛，就都是那个同母异父的。弟弟不是，妹妹是同父同母的。我跟他们两个关系很好。成都吗？泸州。啊，我知道。白酒。前年我们还一起在深圳一起生活了1年。反正在这是我这里是最近的一个。你呢？我弟今天在惠州呢。他来了。同母异父的。对。关系很好，他今天约我吃饭，我说没空。他多大呀？01年的。也不小。不小。他来这干嘛？他女朋友在这边。哇。他女朋友在这边有个房，估计就是来这边玩，完了就一起住在这边。01年有的都结婚了。有。01年的话，现在是25岁嘛，24、25很多男的其实就结了。看他这个稳不稳定咯，稳定的话也就是明后年就结了。他们知道你吗？我觉得猜得到。对。为啥会猜得到？那么多年，身边没一个姓的。对呀、而且朋友也不正常。而且小孩子其实对这些东西很无所谓。但是我觉得你的长相根本猜不到。可是这么多年也没有一个异性的伴侣，也没有。他长相多像那个。屁呀！屁。薇拉侄女。他们好像无所谓，好像我们都是那种心知肚明没点过了。对，人小孩子无所谓，你就是不是能咋的呀？他们班同学和他身边的朋友有的是这玩意儿。对。我姐都无所谓，我姐那个年代的人，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拉拉啊，习惯了。战斗力还可以啊。但我觉得剩好多。土豆要下吗？你要吃吗？我已经饱了。不喝酒好快呀，都是干嘛去啊？对呀、不喝酒你吃饭好快，从来没有吃这么快过。我今天是奔着那个去酒吧的那个，我先在这喝点，然后去酒吧再喝点。这里哪有酒吧？有的是直人的嘛。哦。咱们喝点鸡尾酒无所谓，但是我这不敢。改天再喝。但我真的有一次好像就7个小时我就喝了。估计等番薯回来，他们又要开始当狗了。不知道，感觉他对象不太喜欢出来。如果他对象不想出来，他出来的几率就不大。感觉3金他们也不是混圈子的人，他们这边一对一对的多，而且所谓混圈嘛，这边也没有圈给你生。但是就感觉他们很少接触这个，对，极少。他们要混圈，估计也不会在这边住了。这边也没圈给你混。对呀、因为肯定去深圳了。说平时聚会这个吃饭，反正他们聚会也很少，很质朴，没有咱们那种就是张牙舞爪的劲。花里胡哨的。对。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的话，他们
听不出这是玩笑，听不出来真的。不讲，我非常感谢他，我跟你说，是吧？你看叶子他们认可你。哎呀，还是我开酒吧的时候。谁要喝对吧？我开酒吧，要不就去我酒吧，要不去大洲酒吧。大洲酒吧还在开吗？没开了。所谓这个不懂，他那个酒吧到底是不是在去？他可能1个月房租不贵，然后他自己也需要喝酒，但是他坚持。成本好像也没多少。这1个月能亏个1万块钱，撑死。哎，那他1个月出去喝酒都要喝个8千。感觉他这个房租也就2万块钱，撑死了。他不像我那个6、7万呢，我那个时候。他那个地儿也是真的难为他可以找得到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是挺好，就是做一个小圈子对，而且就是不会找人吃。对，你像我后期，如果说那个时候再做的话，找一个这么个店经理，这种比较适合那种小圈子，就是可以做一个秘密基地啊，然后不经意大家来聚会就坐满了。然后一个星期满。他那个特别像什么呢？你看过《繁花》吗？好看过。他就像那个叶东京一样。然后一个星期满个2、3场，哎，够火了。然后这个是特殊情况，因为下面下暴雨。这有点像叶东京，就一个特别小的店，而且他做那种，就是这种还反而能做起来，就是成本又少，然后不经意就爆满，真挺好。他那个店儿也方便停车。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喝酒了，去深圳喝酒都好累吧？去。也还好。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想带着你，下次我要去的话，我带着你，我就问一下。好。我也一般就是周6、周5去。除了中公和联赛之外，我的话就是喝个酒，现在。那你去哪？腿腿的。他在哪？在哈喽广场，笋岗。我知道那地儿。然后。798那地儿吧。对。他在798。他那个地儿是叫798吗？哈喽广场就是卖那个2手车，就是车那块儿。798。啊，那个叫798。这叫798还是叫11楼？哦，11楼对面。啊，你去的11楼。11楼也在开，但是11楼现在变成纯住吧。差不多一次5月多少？就是那天我们进去30个公共剩下龙华开了一个叫有熊，你刷到了吗？还是冠名进去。啊，对，他们也在。就是上次打完麻将回来带我去的，好小。那也挺好的，我觉得现在小店好，比那大店强多了。但他们都要做室外的，但是他那个太小了，而且这么热的天做室外好热。那无所谓啊，本身你就是成本少。今晚回家没关系，我安排你们跟你。我觉得成本少的东西这样可以做，而且你就是需要个聚会的地方。你要是想高级的话，你就别来这个酒吧。那咱们当年打完麻将，然后去吃烧烤也热得要死啊。就周5那天晚上，周5那天晚上，周6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到撑，但是我觉得好浪费。没事，坐会儿聊会儿嘛，反正也不着急呢。但浪费呀。慢慢吃。那你们平时一天在家干嘛？
直播，然后睡觉、打游戏、打手游。我现在就觉得说养身体吧，就是在这边就会觉得我在北京还开不了车，然后我又不愿意坐地铁，然后我们那个地儿也不太方便，去哪儿都不方便，还没有 gay。哎呦，那个地儿就憋死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住在这边欲望下降了一些？没有，就是我这边是有车有房嘛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很有安全感。我指的欲望就是想喝酒啊，干嘛去？喝酒我其实还可以喝，但是因为这边你们有的时候有时间，有的没时间，就得碰嘛。但是我会觉得我不愿意买衣服了，让我不愿意买。然后没有这边除了吃没有其他花钱的出口，物质欲望下来了。包括买那个二手房也没想赚，也不想赚。买那个万达，万达旁边。觉得想先过这一年。免责的再说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太爱计划，所以导致自己虽然说都完成了，但是觉得很像流水账痛苦，就是也不至于累，就是会觉得说图什么啊，就是包括我开酒吧，我只是体验，没有。我就是想，我一开始我就想人生的一个体验，后来就陷进去，然后就会就是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这么做。那你体验一下带货吧，带起来了我来给你做运营，给你做统筹。好呀。因为我是觉得我现在打工什么时候那你做的运营怎么做呀？你想怎么做起来？就比如说你当我的运营，你想怎么做呢？就是你只需要出现在那里去介绍产品就好了，剩下的那可以啊，样品啊、选品啊，巴拉巴拉巴拉的，你只需要用你的流量卖你的货，做你的主播就好了。可以啊，我也 OK 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挺适合的。因为其实整个的直播带货工作，主播是一方面，然后选品啊、沟通啊、商务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需要运营嘛？对啊。因为我是觉得我现在打工办，不知道啥是个头，因为你现在公司稳定吗？稳定啊，一个月能破万吗2万加。那你还焦虑吗？不焦虑啊。那你就继续工作下去啊。但是就是会被时代所淘汰。那你先做着。是先做着，所以这不是聊天嘛，肯定还是要去找一点。离开这份工作之后。那我觉得起码得2年吧，你这工作还能坚持2-3年。我这个人在这个市场上面可能还能够坚持个2-3年。你这不是还是老东家吗？我不是老东家呀，换牌的了。因为现在，尤其是深圳这种一线城市，35家的管理层很难。就是不需要年纪这么大的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精力投入的占比会很小。那你是 gay 啊，无所谓啊。我怎么能张着说我是 gay？你想，确实做一个，假如说是35岁的正常人，有老婆要房有车要干嘛的，他确实在工作方面投入的精力就是没有像我这种。我以为你的生活是很开放的、开明的，就是你的身份是无所谓的。
我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如果说你张着嘴跟人家说，没关系，我是为了结婚，我不会影响工作，别人会考虑啊，你是不想张嘴说是吧？对。但是我会告诉他我没有结婚，然后呢，我也不会因为我的这个家庭。那你是丁克啊，就不会考虑这个。但是他也觉得他会考虑啊。他一方面觉得哇，你那么大年纪你不结婚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？不至于会这么觉得，他会觉得说你是暂时不结婚，早晚会结。35家在这个很多大厂之前做总监的35、67都被裁了，就是去这个拔各种跑滴滴，各种干什么，月薪3万的现在跑滴滴的多的是，送外卖的多的是。应该穿拉夫劳伦。拉夫劳伦什么恶心的牌子？拉夫劳伦是什么高级的牌子？拉夫劳伦还不高级？什么东西？很多小问题，正常来说，如果说我是配大家说白了，我拿的什么好店，小事不会变成大事。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他们的牌子。可以啊，既然有流量。我有啥流量？我这是骂人。那你也有流量。而且这个东西，主要我是觉得，它不影响你的主业。虽然说你现在只是这个方向，而且你以后大概率，要不然就是拍剧也好啊，或者东西也好，人不冲突。对啊，而且你以后的工作是可以为这个东西持续的去引流的。把它一上去，我说实话，这个我是跟同事说，我不可能买，我最近我还在想呢，我说我要不要就重回餐饮行业，然后去专门帮那个餐饮行业的那个去做视频号的。是吗？因为我了解餐饮行业，然后我就了解视频号，说我是不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。但是那种会超级的没做，因为你的起步盘，你对接到的这种餐饮的这个商家，应该来说不会是特别大的那种商家。对，比如说就类似于这个老板吧，对，就这种餐厅的老板吧，这种餐厅的老板的话，他一定是要，首先肚子不撒野，没有什么战略，没有什么愿景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你就能给我带来多少人吧。所以这个会很辛苦，跟这种的话，沟通成本和耐心成本比较高一些。以我的能力，我觉得3个月能做起来这个账号吧，能讲故事呗，就是找客户会比较难。不是啊，你就有一定的粉丝量，然后你就开直播吧，然后就是设定几个那个话题呗。就比如说，哎，我温情那个店长，然后就是严格把控那个菜品之类的，然后最后那个什么跟客户干起来了，然后就是引发一个大的话题流量，可能。但是我话又反过来讲，那如果说你自己具备一整套的这种短视频的运营能力，干嘛不用在自己身上要去给别人送？我自己没办法，因为我是老编剧，我不能去打造自己。我打造自己，人家会，就比如说像舒克他们现在依然会写一些剧本，然后去演。那我觉得大家已经知道这是剧本，他们发展不上去了。他跟那个店铺不一样，店铺的话，我就是会炒作嘛，会一开始讲故事，然后后来炒作，后来赢得大众的好评之后，我就开始直播嘛，然后我就发代金券嘛。那你搞个自己的品牌嘞？啥品牌？
突发奇想，比如说，因为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店不店，它其实是一个载体。你现在其实说没有个载体。但话说回来，其实我酒吧当时就没做，我其实酒吧当时也应该做，对呀，那个时候就太忙了，可能，我觉得就不能做酒吧了。陈奋斗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他不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吗？我觉得他不行，他力度不够，就是我看过他的直播数不高，而且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没有太大的野心的一个人，他会有那个框架，但是他没想说我爆红，但是他觉得他现在把那个东西当成了一份工作，而不是事业。他是工作，但是我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，他可能性格吧。也有可能是他手上的资源其实并不多，他的手上的资源肯定是强不过你的。不是，我就单纯就会觉得说他们的斗志没那么强，所以我只觉得，如果你有直播引流，且你未来的工作方向还是可能会在媒体上面持续的去做一个引流，那你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？我做的就是200刀啊！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他了，讨厌我了。我又不赚钱，但是你不赚呢？做一个类似于自己的小牌子出来，历任前任呗。因为我最近的话是，我新入了一个牌子嘛，因为我之前在老东家的话呢是只负责销售嘛，相当于销售总监。但是呢，我去了这个是小牌子，那小牌子的话呢，我就要管很多的这个事情，包括开发新品啊，包括生产对接工厂。我是真的发现说，一款产品它本身的成本其实挺低的，对吧？你看我送你这个手关头啊，卖价大概是在7、8块一个。但它成本价的话也是2块，所以为什么我的线老板？这对你来讲是高啊。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如果说利润到不了10倍的话，我就不会做。你要看量啊，宝贝，对吧？那温州人卖纽扣还能卖鸡毛掸子，还能卖1斤多1斤呢，是不是？你看量嘛，那你想嘛，一个罐头赚5块钱嘛。那一盒是不是6个买30块，10盒100盒1000盒？行，可以去试探一下。那我是蛮有信心的。你有信心的话就都可以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送你那个几小时，反正成本也就6、7块钱吧，然后大概卖价是29块钱，就是一包那种手吃的那种零食。我不记得我有没有送你，我只是举个例子嘛。那当然你可以去开发空间更高的这种产品。就比如说你今天推荐的那瓶香水，我就不信它的成本能多高。当时卖就卖100多块钱，他们有多高？顶着添了20块钱的成本。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反而更便宜，你知道他们成本。化妆品呢，我觉得都是暴利。对啊，你看，其实我觉得做网红或者做类似于公众人物吧，最终的沉淀还是可以做自己的品牌。因为其实像现在，我不是一直在宠物行业嘛，很多宠物行业的那种博主，就像美妆博主一样的，他也会教别人怎么去选羊啊，怎么养狗啊，干嘛干嘛干嘛。头部
酷的那个博主，在前面几年跟各种品牌方合作，帮别人带货之后，这几年都是开始做自己的品牌。他可能上手的话不会上，因为主粮嘛，主粮的门槛会高，他基本上没有去做主粮的，但是他们可能会做个罐头啦，他做个那种狗狗的那种玩具啦之类的。都是在做自己的品牌，都是想让自己的粉丝买自己的产品。反正我觉得衣服行业已经做不太好了，就是衣服大家其实还是关注价格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包装这个东西。而且我觉得就是男生的衣服挺无聊的，对，就没什么好看。对，但如果说你真的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就是香水，你可以把它说的五花八门，对，而且它是高级的，它是可以包装的。那你衣服你怎么包装嘛？对不对？衣服就是一看就大概是知道。对呀、就是没有什么卖点，价格是卖点，面料是卖点，还有什么？只能讲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就是香水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今天不是有人问你的小黄车里面此刻就有那一个链接可以拍，那你觉得那个人拍下的概率会是多少10%吧。10%？这么低吗？他自己开口问。他们都是，我觉得如果说是价格合适的话，40%-50%的概率应该会有。我觉得30%。他还专门让你展示，然后要截图。对啊。哎呀，哪有几个人能买得起？现在就超过100多的事情，大家没有这个消费习惯。100块钱，你比如说69的东西，我其实也要考虑；30多的东西也要考虑。就是8、9块钱的，我觉得无所谓。我会考虑买来干嘛？那你们他们的香水，比如说，我觉得香水最保险的是在20多块钱，大家可能会买。但20多块钱，20多块钱买得到香水吗？买不到，就那种廉价香水。但那种廉价香水，大家觉得说，哎，太廉价了，会不会不好，浪费钱？就是，除非你是选客户吧，你产品挑客户吧。比如说100多块钱的，我觉得100多块钱的起码月工资在5000块钱以上才敢买100多的香水。可以考虑一下搞个自己的牌子。现在赚钱不容易，我只能说赚有钱人的钱，不要赚那个大家的钱，大家想开什么？如果我有钱，或者说我的这个时间精力允许，我就会搞一个自己的牌子的狗狗或者猫猫的礼物。你这么多年，你存多少钱啊？花哪儿去了？技师，都花技师身上了。弟弟妹妹那我花了点。还花钱去找技师，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去做技师。妈的！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，我觉得2-3万不低哦。薪资吗？啊，不低啊。那你钱呢？花了。花哪儿了？弟弟妹妹那我花了一些。那花多少？还是花了一些。我作为大哥，还是该做的事情我有在做。但是其实，你现在让我赚2万块钱，我其实月销也要2万块钱，就我的支出也要2万块钱，所以对，所以我就说2万块钱现在到底多不多，我其实也没概念了，因为反正我没赚过2万块钱。
对于上班来说，对于现在这个行情来说，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，2万块钱算多了。现在挣钱真多。阿爸他有打过广吗？打过。打过啊。我之前到手剩1万出头。我现在薪资还没在我老公家高，因为我老公家牌子比较大一点。老公家还是老东家？老公家。你是老公家？老公家。我也听成老公家。脑子里面在想什么？这年纪大了真的会贬值。我也是听他说的，我说，他说30多岁就不好找工作了，我说啊，怎么会？他说你过了30就没公司要了，尤其是35加啊，30已经，我现在招聘的都是06年的、05年的，30已经很难找工作了。对，你除非是找领导层还行。30的领导层我还考虑下来，30的领导层你就要有非常过硬的那种数据啊，干嘛，就真的牛逼，对，那没问题。你要找普通职员，我觉得很难找，就只能当领导，领导又要很高的素质。所以有的这个时候我安慰我自己，靠，35岁了还可以出去做个总监，也可以。好多大厂35岁加40加的全部被裁。那个谁，徐峥演的那个电影，是送外卖那个啊，是真的。35岁以上的领导就还好吧，要普通职员肯定会被裁。没有应聘35岁的领导的。35岁的领导一定要是总监级啊，就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领导。那你要35岁，你再去应聘，你就只能应聘领导，你普通职员根本不会有人要你。那你35岁进去普通职员，可能你的上级20岁20出头，他怎么管你啊？有20多岁的领导吗？哎，有啊，27、8岁不就是个小领导？那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，我们那个时候都是30、40岁的领导。你现在这种本身行业就比较年轻，27、8岁做个小领导很正常。就是很多年没工作了，我也不知道行情是什么。你想，我老板01年，他就是想找一个成熟稳重、能操盘的人，所以他才找到我。他其他的员工全部都是那种小屁孩，他自己都才01年。天哪，在他眼里是成熟稳重。我工作雷厉风行的，工作很。那他，我在他眼里是不是老古董？01年的小朋友真的还蛮强的。但是我现在前2天，我觉得你在我眼里是非常跳脱的一个人。所以我前2天招那种兼职主播嘛，08年奥运宝宝。然后那天有个人约我，我看他资料上写的，多少岁我忘记了。我问他是什么，我问他是哪个，他说他09。算了，09年20几啊？我忘记了，算了26啊，2026前27嘛，2017岁。啊，17岁。妈，真的是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。08年的成年。哎，那我跟你在一起，我错过了多少啊？有一个那个，网上有个梗，就是再过4年，30后就要出生了。10后、20后已经不吃香了，30后要出生了。
我终于理解那个张惠妹为什么跟那个调酒师在一起了，那个 Sam。张惠妹给那个调酒师花了好多钱，又给他开了酒吧，就是那个调酒师啊，跟他相爱10年，现在还在一起啊？好像很了。哦。我终于理解那个当时龙二跟我说的，说，哎呀，他因为年龄焦虑了。那我到现在我也不焦虑，但是我能明白他为什么焦虑。每个人的事业路线不一样吧。我会觉得我起码到40多岁，我还是蛮吃香。就起码就是我是一个，因为我不依赖别人，所以我就没有焦虑。我焦虑的一个点就是因为那个35的这个问题。我没有这样。我30的时候很焦虑。我的焦虑点是，但是我30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老公家，然后就升了个职，加了个薪，哎，我就不焦虑了。没想到呢，又到35了，嘿。那你为啥离开老东家？哎呀，自己做想弄一下嘛，然后老东家我也做到顶了。之前我会对物质需求很大，现在没有。你该有的都有了呀。就是不是说该有的都有了，是该经历的经历了。40不惑嘛。35我就不惑了。我现在惑的还是一些就是身材比较好的。看到了是真忍不住点赞他就在那块耻笑。你要直接给他点不感兴趣。是的，烟雨轩。对，在吃饭。我们差不多吃了一大半了。哦，在直播啊？啊，一直在。对，在直播。聊的能播吗？能播。我来之前问他，我说这还要直播吗？没有聊黄的，没喝酒聊什么黄的？可能喝完酒聊着聊着就去实践了。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老派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这个年纪说这样的事是恰当的啊。就比如说这个技师的这个问题，你看直男直女他们也是这个岁数就是爱往上推跑，然后按脚嘛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走吧，好呀，回去休息休息，睡觉了。我现在在改睡眠。行啊。走。重庆旅游回来了，没有去重庆。这些还剩这么多，不打包回去。车上有牙线啊。开车了吗？开车了。来，手机我们手机找。了。
解锁手机，碰完环。解锁手机，碰完环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大哥，你们后面点的是221。好的。收到了，谢谢啊。慢走啊，三哥，慢走。好。好浪费我们吃了。性价比真的很高，而且不是没吃完那是我们战斗力。你住哪儿啊？可以送一下。哎，可以啊，走啊，省得我打车。现在下雨不好打。我一定会发给你。好。走了呀，走了呀，我刚跟台里他们说完了。你不用发给我，我现在手机直播呢，你就告诉我在哪儿。经济自在城2期。2期。车上有导航。等一会儿啊，我弄个牙线。吃的东西就塞牙。还卡吗？你是不是用在车上？你是用流量了？刚才用连 WiFi 卡，我就用流量了。我看一下，好了，现在好了。但我觉得住惠州真的好开心啊！我觉得就是这种状态，就是比如说像你这种有稳定的这个生活、工作，然后偶尔想出去放松一下的话，你深圳啊，约朋友啊，惠州啊约朋友，这种其实是挺好的生活状态的。天天花天酒地的浪不动。对。哎呀，上次他们带我去龙华的那个酒吧，有熊？不是，就是那种蹦迪的。蹦迪的。他为什么会带你去那儿啊？因为他那个酒吧场子比较大，卡座就基本上是那种。是 gay 的吗？不是吧？不是，卡座它是可以。你跟谁啊？点的。哦。然后呢，就点。不是小伙子他们？不是。然后呢，那个啥，舞台前面大概有30个那种吧台，就是被 gay 所占据掉的。被 gay？ 对。啊，有这么个地儿吗？对。然后反正就每天都是龙华呀。对。龙华哪有这地儿？300-400个人在里面吧。100-200肯定是有了，100-200只鸡在里面，就在那个固定的一个区域里面，只有那个区域是 gay。对，然后呢，你走到那个区域，你都可以。那你跟谁是知道这种地方的？他们带我去的呀。哪个？谁呀？不认识。那就是 gay 的朋友带你去的呀？对啊。我们可不知道这种地儿，下次推荐一下啊。对呀。龙华能有这种地儿呢 ？Pose 啊？嗯。Pose 是 gay 吧啊？不是 gay 吧呀，他可以点那个的呀，点模特的呀。哦，他可能跟其他城市的 Pose 不一样。啊，你说的那个是那个，他只是叫那个名，他不是那个其他的那个牌子，不是同一个牌子。可能反正就是那个区域是被基佬所消费高吗？攻占掉的，在那个区域里面不高，在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个专门组局的鸡头，
大概也就68、88人头吧。那能喝好吗？谁去那儿喝酒的呀？那干嘛去？打猎。好吧。对，其实我去酒吧都是在社交喝酒，其实很少就是什么打猎呀什么的约呀什么的没有。年龄层不一样了，去那边的话呢，一般对那帮人就可能就是喝一点酒，然后在那晃，然后就是花蝴蝶嘛，到处对飞嘛。对。那人家就是带着目的去的啊，年龄层不一样了。带个人回去，这是今天晚上就是圆满了。那边应该是20来岁的人去多一点吧。20来岁的，就是应该不太欢迎我这种，会觉得说啊，谁把他们爸带来了？说不定扑上去的多的是。拉倒。有点像之前的那个 Helens 的那种感觉啊。回去就跟那个抓孩子去网吧的那个父亲一样。我们要去的话，可以在那个区域的怎么样整卡座坐着，对，看别人勾的，看老刘在那勾的。老刘又是满场亲，真的好。打麻将的，我问他有没有艳遇，他说哇，整个酒吧好看的都被他亲了一遍。真牛逼！我到那都无人问津。他不是无人问津啊，他是主动出击啊。是啊，我就说人家主动出击才有可能。他也是勇敢哦，我不就敢。咱们其实拉不起来那个脸。然后他还3个人一起亲那个烂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被他们一起玩的人拍下来，我的妈呀！群里发。是在这儿吗？是，我走了，下次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3个人同时哦。哎呦我天哪，4个人同时呗，就转圈亲。开窗户干啥？我看不清。哎呀，那个窗户我擦了，后视镜擦了，这边也看不清。那你不擦一下？我够不着啊，我开车呢。等红灯一会儿，擦一下。今天想喝点酒呢，真是，就今天他妈欠个拉登的，吃的豆包，我也很少吃豆包。你喝点小鸡尾酒，哎，美美的。周不能喝酒，真他妈谁规定的？瞎写的吧？这豆包他妈瞎写的。就是7、8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喝。我这应该严格上6个小时了。那你那么上赶着喝啥酒啊？你就等呗，着啥急啊？啊不是，哎呀，北京，请吩咐回家。请确认是否将目的地更改为广东省会。是。好的，已为您将目的地更改为家。为您找到3条路线，选择第几个？我这绕这一圈干嘛？啊，是得绕。退下吧。拜拜。他请客吃饭可真的是吓人，点那么多，吃的人都有负罪感。那说明人家重视你。那也不能点那么多吧，猪吧。哎妈，那一锅我觉得都够咱们仨吃了。
你不给再点点凉菜。你不跟人喝酒，别瞎想，别瞎就。是。这是哪儿？我都没。陇海一路。陇海一路是哪儿？估计不知道。陇海二路旁边那个。什么鬼呀？这不上面写的吗？用你说，陇海一路旁边肯定是陇海二路啊。那不一定啊。那什么人民4路、人民5路就是直接一条路。是。那人家这个是并排的，那个就直接是一条路，分了好几个名字。行，我错了。我的小老公，今天穿的怎么粉的也是你让买的。我喜欢你穿粉。你正是穿粉的年纪。这好像是我以前去那个健身房回来的时候走的那条路。你就是我心中的孟美岐。滚吧你！拼命啊！喜欢我呀，可爱。你凶我！这是哪儿啊？你觉得好吃吗？还行，就是挺有特色的。但我就吃这个，我觉得肉太多了，我以为是吃青菜呢，肉太多了有点吃不下。它要是那种涮的那种，蘸那个辣椒面吃的那种，还挺好吃。我以为是那种。我以为是里边一个大鸡，大那个猪蹄儿。我也以为是大猪蹄儿。Baby啊，Baby啊。你也喜欢我呀，可爱。好像这边我就知道在哪儿了，这不是那个路口啊，就是那个我以前健身经常走的那条。我记得不是说吃酸菜猪蹄儿吗？就是猪蹄儿。但他们真的好爱吃炸的东西啊，都是炸的，我感觉。哎呀妈，这个庄子也太吓人了，一不留神撞。感觉太多了，都没吃几口。是挺多的。300多块钱啊！惠州这300多块钱，挺多了。关键咱们好像就吃了100多块钱，剩全扔了。现在应该打包走的。这不是咱们请客咋打？
咱们家没有微波炉，要有微波炉就好了。有空气炸锅吗？空气炸锅能跟微波炉一样吗？那咋不一样呢？那肯定不一样。都一样的呀。我那个是集合的，都可以。你空气炸锅你要热透一碗米饭，那太费劲了。我那不是空气炸锅，我那是集合的，啥的功能都有。放屁！你要空气炸锅，你要那个微波炉碗呀？那咱们剩的饭微波炉不就能热热吃吗？拿那个蒸一下也可以啊。蒸多麻烦呢，要开火要整刷锅呢。那个铁盘里加点水，然后就可以，它就是这么设计的。云南的酸菜猪脚火锅都是肉片儿，对，那个就是肉片儿，全是肉，感觉是每个就是得2-3斤肉，是肥肉，也不到肥，但是我就说这个肉太多了，我以为是那个很多菜，肉特别多，我们都没吃完，感觉我们仨就点一锅那个就够吃了。对，他又点了好多菜。社会上我都挣不了2万多，我都不值2万，咱们失去了社会价值。那肯定。我顶多也是给别人提供岗位，解决就业的，但自己赔的要死。我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，解决人口就业问题。我要自己做2万的话，像我们公司，如果接我们公司以前那种兼职的话，一个月2万也能做，但是就得绑到家里，啥也做不了，就得天天在家里待着。那不行，你只能属于我，你的时间属于我，你的劳动力属于我。你可以为自己家劳动。北美啊！正常请客都会觉得点1-2个菜太寒酸了，就会多点几个菜。我要点4个好了，他点6-7个，3人点4个差不多。不是还有个辣排骨，这没上是吧？差不多得了呗。我们又不是说那个商务饭，我们吃的就是非常家常的那种。但可能他跟我在一起有压力吧。肯定有压力。可能我每次请他吃，就带他去的饭局都是那种，都是有点那个商务的那种。可以吗？不行，可以。我觉得这个锅不可以干死，行，不吃你的主食，就下面。
下播了。